那最后来了更多人把我们3个记者包围住，因为就是这些是道上的兄弟，那声音就开始很大声。结果那个老板后来出来了，他说好，那你们进来泡茶。哇！当时我的摄影记者已经拿着那个镜头拿得非常紧，因为怕随时要干架，或者是我们可能就会被打。嗨吼，大家好，我是志祺。那在我旁边的是企划洋洋，欢迎回到强者我朋友。今天来宾呢是我在媒体圈的朋友李雪莉。那强者我朋友他强在哪边呢？第一个，他是过去10年新闻业得奖最多的总编辑，不论是个人奖或是带领团队的得奖数呢，都是第一。第二，他是记者也是作家，过去的8年编了6本的畅销书，包含了《血泪渔场》、《废墟少年》、《烈火黑潮》等等，也影响了后续的影视作品。第三，他是斜杠的新闻人，不止在台大新闻所教书，还演过舞台剧、拍过纪录片、主持声音节目等等。那今天呢，我们会来问问雪莉就是报道者是怎么样做出得奖无数的调查报道的，然后雪莉又是怎么样看待台湾现在的媒体环境。那有请雪莉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吧。志祺好，洋洋好，还有就是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李雪莉。那我现在在报道者，今年已经是我第25年的新闻职业的工作了。在书上都会写一句，就是以记者为终身的志业。我觉得这一句话有点傻啦，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时代里面能够许一个这样的梦想是蛮有意思的事情。好的，那这一次的访谈呢，我们原本是想要请雪莉来聊聊媒体识读，想说应该是一个震惊啊很有教育意义的题目，但是报道者呢，他们在信件里面主动跟我们说，他们其实也不想要这个访谈太严肃啦，想要多跟我们聊聊一些调查记者像不像侦探，然后埋伏第一线的一些甘苦谈等等的精彩故事。那好奇想问一下雪莉，就是为什么你们会特别想要聊这一块啊？因为在台湾很多人认为调查记者就有一点像是征信社，其实我们跟征信社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有人说，那你是不是像福尔摩斯一样啊？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件事是一样的。但是跟福尔摩斯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是一定要去到现场，而且我们要做大量的研究，我们没有办法就在脑中好像勾勒出各种的推论。那我觉得这个角色可能有一点像是检察官在办案，但是检察官办案他的目的是要起诉当事人，可是调查报道的目的不是要起诉当事人，我们是要把藏在黑暗的地方或者是被大家忽略的地方能够摊在阳光下，然后但是它是必须跟公共利益有关的。好的，不过在让我们开始今天正式的访谈之前，先让我们进入工商服务时间。大选即将来临，四处流窜的假消息变本加厉，常关注社会议题的你，有曾经被误导过吗？今天这场架构性思考线上课程由志祺七七团队携手打造，将来分享我们如何在资讯爆炸的时代，快速的识破假新闻，精准的搜集并分析资讯。这堂课程以时事议题为核心，带你从资讯判断、媒体识读开始，一步步透过逻辑思辨形成观点，并理性精准的表达出来。上课还邀请到独立记者方君竹、法律白话文的杨贵智担任客座讲师，最华丽的阵容带你一起破除假消息，发挥影响力。现在这堂架构性思考课程限时优惠当中，输入优惠码 HH Good Job 就能够以85折入手。目前累积了3700位学员5星好评当中，你也赶快加入吧。好，那我们拉回来一下，就是我们有些观众，我觉得他们可能不太认识报道者，所以可不可以麻烦雪莉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报道者在干嘛？真的有很多人不认识报道者，我觉得是有可能的。我那天去国立大学演讲，就那个班上40位同学，我就问说有没有人听过报道者，没有一个人举手，我就非常的伤心。怎么可能？所以我就决定我应该早一点来上志祺，因为5年前我在台大给一个大的演讲厅的演讲的时候，就有一个学生出来说，你听过志祺七七吗？我说我有听过，怎么了吗？我觉得报道者很多内容都很深度，你们应该要跟志祺合作。居然很有洞见耶。对，结果5年后，你看我们相遇恨晚，对不对？接下来大家也可能会陆续看到我们跟报道者有一些访谈啊的合作，这样子。然后一般人都会觉得志祺七七只会查 wiki， 那我们没关系，有记者不会只会查 wiki， 但我们可以用 wiki Google 到的东西来问他一下，好不好？对，好，那我们一样简单先介绍一下报道者。那报道者是一个，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非盈利媒体，它不是走商业的体制。那我们没有任何的政治的置入，也没有收任何的广告。那我们怎么营运下去呢？我们的资金就是靠每一个赞助者，也许每一个月的100块，或者是每一个月的1000块，就是定期定额还有单笔的赞助支撑起来的。所以就是要打造一个跟商业媒体完全不一样的模式。因为你会发现过去10年每一个记者身上都有很多的 KPI。
KPI， 它可能每一个月要有数百万的点阅率，对，没错。但是这样的状况下就会让记者没有办法真的好好做新闻，他会透过标题的方式或者是煽动的方式，写白饭啊，或者是写网红啊这种。对对对，然后每天要发很多的稿子，很辛苦。对，所以我们从能够让记者从点阅的漩涡里面释放出来以后，他们真的就能够专心的写东西，他们会去写一些也许在商业世界里面是票房毒药的内容，譬如说人权的议题、环保的议题或者是国际议题，其实这个在主流媒体的世界里面过去多数都是票房毒药。这是跟我们感受非常非常的深，我每次都觉得啊，这是一个重要议题，然后呢就马上想说，那我们要先做一些别的东西来赚个钱，或者说我们要想尽办法让这个主题抓出一些有效果的标题，它才会引诱多一点人来看。对，那我觉得另外一个特色是我们形式上走长文啦。其实那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你们每一篇动辄就是5000字、6000字，到底有哪些读者要看？可是其实报道者不是为了长文而长文，因为很多事是要有脉络的。那我们是希望新闻不要像现在一样碎片化，所以自己会花很多的时间来解释一个来龙去脉，也是这个概念。有没有哪些重要的议题是可以跟观众分享一下说这些都是报道者做过的？如果说这8年来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乌干达的血供，那这个报道就是在出版的当天就发生很大的效果。那我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故事好了，就是2019年年底2020年初的时候，就有15位的乌干达学生飞越9000公里来台湾读书，在彰化中州科技大学。可是这个科技大学呢允诺的事情都没有发生，包括要奖学金没有奖学金，用英语授课也没有英语授课。那另外一个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到学用相符的地方打工，可是也没有，因为我们跟着这群学生才发现真的是有点像奴工的状况，就是课堂上他们听不懂，那多数的时间一个礼拜大概会有4到5天的时间是在工厂非常恶劣的环境里面工作。所以我们把这个故事写出来，那这个议题不但是教育部立即有反应，立法院直接有公听会，检调也做出调查。那我想他是第一个检察官用人口贩运防治法起诉的血供案，那目前还在侦查的起诉的过程还没有做判决。可是15名的学生2个回到自己的国家，那13位都顺利的转学，那这2年他们就过着真的开心的留学生的生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马上立即看到这个就是说正义被伸张，然后有些坏人就真的被处罚了，那其他的人的正义被平反，这是我自己最有感的案子。了解。我想说问问看洋洋有没有哪一些是你比较印象深刻的报道？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违法倾倒的议题，他们在那个议题里面透过文字的调换告诉你它的术语原本是什么，它实际上代表意思是什么，你只要手在荧幕上这样滑的时候那个术语就可以这样子换，然后你知道他们车子到哪里去，然后他们到底倒了多少不合理的东西进到一个不合理的地方，然后甚至那个地方就在安南区，因为我大舅家就在安南区，有一种很近的临场感。这一些很大的专题，很多回响的专题都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刚刚这些题目它好像都发生在一开始讲到就是一些社会阴暗的角落，那这是怎么样开始注意到的其实要成为一个好记者，我觉得他就是要好奇心十足。大概是2年前我在跟一个少年调查官聊天的时候，我就说那你最近最困扰你的事情是什么？他说我现在手边接的案子都是在吸笑气的年轻人，他就告诉我现在这个状况越来越严重。我就想好，那我就来研究一下，所以我就开始看了蛮多资料，然后跟着一个医药记者，那我就发现说近年就有9位的年轻人，他们因为持续吸了笑气3个月以后就出现了身体麻痹、认知不协调的状况，也有3位因为吸笑气而致死的。那我们才发现说这个其实问题蛮严重的。那接着呢，我们就在 LINE 上面看到有这种笑气管啊，一些广告宣传啊，对，那还有就是24小时送货。那我们想说真的这么容易拿到吗？所以我们的记者有一个同事就直接订订看，然后我们就交货了，就在桃园的麦当劳旁边，就在大马路上，然后他就给我们，我记得是4公升还是5公升的钢瓶，然后我们就搬回来了办公室。为什么要购买？是因为我们想知道说到底有多频繁，买的多容易，我们要付这个押金，就表示说我们有再一次跟这个快递员见面的机会。记者就揭露了我们是记者的身份，我们想知道他的钢瓶的来源是什么，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有很多没有执照的人的中游跟上游拿了钢瓶以后，
那就找买家，所以他最常去递送的就是 KTV， 还有住家，还有汽车旅馆。所以你常会看到，就是甚至有些小朋友在家里这个吸气球，爸爸妈妈其实不知道，会以为他们就是只是在自嗨而已。当然回到自己刚刚问，就是说那我要怎么样决定一个题目，常常就是其实你一开始只是一个好奇心，常常就是因为人的处境人的困境而让我们有好奇心而继续做调查下去。你要怎么样去取得这些人信任，让他们愿意去跟你分享这些故事啊？你做的报道是不是掷地有声，别人就会知道说你是一个认真的记者，你是一个认真的媒体，他就开始来接触你。你有遇过什么样是最辛苦最危险的状况吗？不管是你或者是你们的团队。我觉得乌干达学工蛮危险的。怎么说？我们在2021年的4月的时候见到了第一位乌干达的学生，在台北，他叫 Collins。 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是眼睛都是血丝，他已经3天没有睡了，就他每一天要做2份工作。那他就拿着单子告诉我们说他是被骗过来的，但是他究竟是学生跟学校之间的合约的争议，还是他是劳资纠纷，还是违反个人意愿，然后用债务来约束他们去做他们不愿意的事情，其实这就是人口贩运了。不同的法律你要的证据就不一样。那我记得当时一开始我们就把所有的学生访谈过以后，知道他们的状况。最危险的其实是一开始进入工厂，因为工厂是一个私领域，你是没有办法进去的。我们后来用漫画的方式呈现了蛮多内容，我们拍了一些照片，但是它是私领域，其实也没办法公开。那我觉得最困难的是跟仲介对峙，因为这个仲介公司他戴了2顶帽子，他同样是彰化中州科技大学的推广教育部主任，但他也是人口仲介。但是在我们教育部的法规里面，人口仲介是不能够代表学校去招生的。那他不但代表学校招生，他还把学生送到各个乱七八糟的工厂。当然第一件事我们先打电话，可是他听到是记者的时候，马上就是说记者都乱写，然后这些人都不喜欢工作，然后这些人都很懒，就挂掉电话了。所以这中间没有面对你。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在网络上找到他们的商业登记，就在苗栗市。那去到那边以后遇到一个老人，那个老人就说这里没有你要找的那家公司，这个老板其实是在苗栗的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去到现场非常重要，如果你只是打电话，你没有办法得到这些 extra information。 所以我们就透过 Google 再去找，在这个小镇旁边有一家庙，会不会也有一个人力中介公司。结果我们找到了相似名字的人力中介公司。哇！去到现场的时候，几个小弟就出来了，然后就说你们要找的老板不在这里。我们有表明身份，说我们想要请教跟乌干达学生有关的，因为我们从劳保单上面看到他们是你们聘用的员工。那这个小弟又说我们老板不在。接着我们的记者还是持之以恒的跟他们沟通，那最后来了更多人把我们3个记者包围住。对，其实当时是有一点紧张的，因为就是这些是道上的兄弟，那声音就开始很大声。结果那个老板后来出来了，他说好，那你们进来泡茶。哇！当时我的摄影记者已经拿着那个镜头拿着非常紧，因为怕随时要干架，或者是我们可能就会被打。但那个人还算明理，就是有说明了这个来龙去脉。当然他只是告诉我们部分真相，也没有全部的揭露这个事实，而且后来还有案外案。我们后来发现了，就是为什么这些学生去到的工厂都不会被劳检，是因为这个苗栗的劳工局处他们有放水，他们跟人力中介公司非常好。那最后也被监察委员调查，然后撤职调职。这样讲起来，其实报道者就是因为你们一直在把一些阴暗角落的东西挖出来摊在阳光下，那一定会得罪到很多人的利益嘛。那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实体的恐吓啊，或者是打电话任何形式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做血泪渔场的时候，因为我们进到了柬埔寨的监狱，那就遇到了当事人有落下一句话，就说如果你们敢把我的故事写出来，我一定会追你们到天涯海角。受到这种言语上的恐吓的时候，我想记者一定是会不舒服。怎么样同时保护记者，但是同时又把事实写出来，这件事情一直是很大的挑战。杨，我突然想到当时就是我们被交电话咆哮的时候，你有很紧张吗？你们是哪一件事？公庙。公庙其实有一点
我引用的资料其实是天下的报道，它已经有明文写在他们的报道里面了。我的思考是，既然天下可以这么公开的把公司的名称放在上面，那我们转述我其实不觉得会有任何问题。后来在接到电话的时候是有一种被威胁到的感觉，但我觉得在志祺七七我们就有一点点像是躲在志祺背后的人，因为那个攻击会最先到志祺身上。不管你们的这处理的态度要很谨慎嘛，然后还要很有深度，到底会花多少时间跟精神成本呢？一般来说，我觉得调查报道3个月跑不掉，我们可能好几个月，每个人手上都是3个题目同时进行，或5个题目同时进行。但毕竟还是一间公司嘛，你们要怎么去评估一般商业公司很常见的效率 KPI？ 你们要怎么评估这件事情？我们就是想把记者从点阅的漩涡释放出来，所以就没有 KPI。你提了他们的敬语，其实我们每一个礼拜一都会看数字，而且是带所有人看数字。可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数字的概念，那个就是在做自爽的，是对，所以它真的只是一个参考，让大家知道说现在读者和听众在关心什么。我觉得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必须要不断的接受观看率的回馈，去知道受众到底想要什么。我们前一阵子推了一个冲绳大专题，前3天非常的可怕。我第一个想法不是想说我以后不要做了，我是回去告诉我的记者说，其实我觉得内容非常好，懂的人看得懂，我相信他一定会打到某一群人，所以先回来安慰他们一下。结果第4天、第5天、第6天、我发现世界就不一样了。那我们有一个这个多媒体的照片、图片就疯传，所以有时候就是你要等待，子弹飞一会儿，对，让子弹飞一会。那我想帮网友问个问题，好，就是有很多的网友说报道者的内容品质很好，可是没有钱，然后经营很困难，这是真的吗？真的在过程当中有很多人就说我可以赞助你们，也有企业说我可以赞助你们，但我可不可以挂一个 logo 在你们的网站上，如果你的服贸态度一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支持你们，就是会有很多的条件。所以募款很不容易。那我们后来觉得还是专注在内容。第一个月只有4个赞助者，但是我们目前有就是8年来大概有6000多个赞助者，他们常常赞助的时间很有趣，就是当我们有非常爆破性的调查报道，而且让他们有共感，然后甚至让他们觉得造成了影响，其实读者看得懂，然后他们就会赞助。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报道者有没有差点撑不下去的时候？其实都没有时间想撑不撑得下去，因为就一直往前冲。像是之前这个西兰他就有一支影片嘛，就在讲媒体乱象，然后被大家讨论。你会怎么样看待台湾媒体它很乱的原因？我觉得混乱的原因其实是跟整个科技的转型也有关系，使用者还有读者的行为改变了，因为他们都在网络上。其实纸本是完全没有市场，而且越来越多 free content， 没有人愿意去购买一个好的商品，媒体没有足够的人力去做好的新闻，很多是滥竽充数的内容。我们对于吃下去的东西很在乎，可是我们对于我们大脑吃进去的东西是一点都不在乎。我自己有一个问题想要问，流量对你们来说重要吗？你们跟其他媒体想要扛的那些 KPI， 到底你们在意的这个流量跟他们的 KPI 的差异点在哪里？再好的东西如果没有被看见，你就不存在。我们还是会看分享数，然后会看有多少触及率，然后以及多少人讨论，这些我们都会看，但它就是一个参考指标。常常会觉得东西没有太多人看，或者看的人好像就只有这样子，但是会在1年以后、2年以后、3年以后，你会在法官的判决书上面就看到我们书里面的文字里面的一段话，你就知道这法官看过啦。这件事情其实真的会让人很开心，会很感动。自己其实有的时候，你知道，影片我们就是做出来，会有一些人跟我们分享说啊，我那时候在考研究所的时候，我很认真的爬了一轮就最近的所有社会时事，我就觉得啊，这些影响力它其实是在数字之外的，然后那件事情是我们很追求跟希望能够看到的那个愿景。我想分享一个我超感动的事情。怎么样？我之前不是有写就是原住民凭什么可以加分吗？对。然后你说你有一次在搭高铁的时候，有一个人特别跑过来跟你说，就是他看了那支影片，他觉得他自己是原住民的身份，然后他感受到帮助，跟他也理解这个制度的来源，他更有一个自信。对。哇！你给我那回馈的时候，我真的是回家感动到爆炸。
像前一阵子因为我们做乌干达学工已经1年多了，可是 Collins 就告诉我说如果没有遇见我们，他的生命是完全不一样，他现在可能还在负债，还在打黑工，所以他说要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团队改变了这10几个人的命运。然后你可以让一个外国的留学生开始对于台湾的司法、台湾的媒体、台湾的社会产生信心，我觉得哇，这个比任何流量都让你开心吧。所以我们跟同事讲就是说不要为了得奖而写新闻，然后不要为了流量而去创造太奇怪的标题，你就是有什么就说什么。但是整体来说你会悲观还是乐观的看待台湾媒体环境未来的发展？我没有悲观的权利啊，我只有积极的权利。积极的意思是说你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那你不做一定不会发生，可是你做了不一定会发生什么，但至少有一点机会，所以就只能积极的往前吧，继续往前了，真的。但我还有一个问题很好奇，就是其实现在社会里面有非常非常多年轻人其实是对整个广泛的媒体失去信心的。对于报道者来说，这样子的大环境对你们来说是一种优势，还是其实你们也处在这个困境当中呢？你们有没有发觉就是我们在看任何的 ABC 的媒体，我们都可以帮对方贴标签，都会想说这是蓝的绿的红的，我们花了非常多无聊的量能和精力在猜测和怀疑，在阴谋别人，我觉得这是耗掉非常多非常不经济的事情。所以反而在这个时代，我觉得你可以做一个信任的媒体的时候，你是很有市场的，你是很有特殊定位的，而读者也需要的，这是我们8年前的假设。那我们现在慢慢一步一步证实，是觉得对，读者其实需要一个让他不要每天担心、每天猜测、每天怀疑的媒体。所以我觉得反而信任这件事情是无价。我自己也觉得其实有很多在商业媒体里面的媒体人，个别的媒体人，他们也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也希望报道者能够帮助大家撑开这个空间。而且商业媒体的人，我想也有一群人也是很努力的来撑开这个空间。好，那今天非常感谢雪莉精彩的分享。那最后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大家说的呢？报道者是一个非盈利媒体，那我们今年8岁了，可是如果我们要走一个更长远的路，其实我们需要更多的读者和赞助者的支持。那最近我们也会把我们的 podcast 放上 YT， 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文字跟声音的内容，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利用我们，因为我们是没有付费墙的，就是让所有的大小公民都可以阅读和聆听。谢谢。好，那这集就先到这边。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也不要忘了把影片分享出去，或是点这个地方看更多的相关影片。那今天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拜拜，拜拜。因为我在台大新闻所每一年教书的时候，我都会给他们的一本书叫做《给年轻记者的信》。这本书常常在我挫折的时候给我很大的鼓励。那他有一段话是这样子，他说：我并不是要把你们吓跑，我希望你们发现这个挑战激动人心。当我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从事新闻工作的威信吸引了许多装腔作势的人。如今新闻业不受欢迎，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那些决心致力于新闻工作的人都待不下去。如果你们是新闻事业的真正信仰者，如果这是你们一生的工作，那就没什么可以改变你们的想法，甚至在新闻业最萧条的阶段，你们也能发现其中的活力。所以还是很希望很多优秀的年轻人能够加入这个产业，然后很多读者不要对新闻业失去信心，因为还有很多人像我们一样的，像报道者一样的人在支持着。